我的夫君是赫赫有名的摄政王，却身染重病，药石难医。我奉旨入摄政王府，做着临门救命的冲喜王妃。人人都说王爷病重濒危，近身相伴难免沾染晦气，唯有我心知肚明，眼前昏沉不醒的病重之人，从来都不会就此陨落。陛下圣谕，摄政王病重，急需冲喜。霍家双辉，一人嫁去王府给摄政王冲喜，一人嫁给新科状元。霍将军，请两位小姐抽签选夫吧。公公，这一个是状元及第，一个是给王爷冲喜。霍伯父，圣令难违啊。昭音，你就让着你妹妹吧，她胆子小。陆状元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急着筹备婚事，现在倒是大方，想让我去陪那病重王爷。姐姐，我害怕，我不敢去王府。不用抽签了，我自愿嫁去摄政王府。趁着王爷还没死，今晚我便去做这冲喜新娘。前世我抽中了状元夫君，没想到3天后状元娶亲，庶妹偷偷换了婚事，我赶来制止了这场闹剧。霍思婉，你竟敢偷上我的花轿！这不是霍家庶妹吗？这签订的是嫡姐啊！我不去，我绝不去摄政王府给王爷冲喜。而庶妹却不肯去摄政王给王爷冲喜，羞恼之下，她投湖自尽。陆明清后面赶到的时候，庶妹已经凉透了，陆明清也一夜白头。婚后，陆明清待我极好，寒夜里为我暖手，病时寸步不离，就连我绣坏的帕子他都仔细收着。人人都说状元郎宠妻，可他权倾朝野后的第一件事，却是将我霍家满门27人灭口。我也因此重病不起，抑郁而终。在我死后的第2天，陆明嗣来到我的坟头，吞金而亡。霍昭音，若有来世，我定不娶你。昭音，你若真选了王府，这婚事……爹爹，女儿心意已决。陆状元，既然你心疼思婉，那便如你所愿。这一次，你我两不相负。岳父大人明鉴，既然昭音自愿嫁去王府冲喜，那小婿斗胆，求岳父成全我与思婉。前世这个时候，他明明还在我面前装作情深意重，这一世他怎么会如此急切地表明心意？除非他也重生了。陆明清，你别忘了你当初是什么身份，当初定下的童养夫要娶的可是我霍家嫡女昭音。如今你金榜题名，就想指鹿为马吗？岳父大人，此言差矣。你叫谁岳父？你如今是要强娶庶女，置我霍家家法于何地？家法在皇命面前，家法算什么？如今陆某承蒙圣宠，不再是当年那个寄人篱下、靠你施舍才能读书的穷书生了。有些话早就不作数了。爹爹，您别怪明清哥哥，我与明清哥哥是真心相爱的，难道您一定要拆散我们，让姐姐强嫁给一个不爱她的人吗？真心相爱，霍思言，你明知道他是你姐姐的未婚夫。昭音，你别怕，当年我收养他，就是为了你不去给任何人冲喜的。我耗费心血栽培他，供他考功名，就是为了给你求一个安稳。他若是敢忘恩负义，我便是拼了这条老命去御前告状，也要为你讨个公道。告状，岳父大人，我劝您还是多为霍家上下27口人想想。爹爹，别说了。昭音，你别听他威逼利诱，爹爹护得住你。爹爹，母亲走得早，是您一手将我拉扯大，这份恩情昭音铭记于心。您为了不让我受委屈，收养孤儿，精心栽培。但若是为了一个白眼狼，赔上您的清誉和霍家的前程，那便是不值了。爹爹，您总说这是为了我好，可您不知道，就是这份拳拳爱女之心，在前世，最终却成了我们全家的催命钟。当年你拍着桌子骂我混账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你阻我娶思婉，我就一根一根钉穿你的食指。爹，您千万忍住，现在的陆明清已经不是当年的穷书生了，他金榜题名，又得了吏部尚书的赏识，是新帝眼前的红人。
那又如何？这忘恩负义的东西，难道我还要怕他不成？爹，您看看现在的霍家，新帝登基后，您的兵权被休，门生故交都为了避嫌纷纷离散。如今咱们在朝中举步维艰，早已不复当年权势了。陆明清此人睚眦必报，他在等您犯错，在咱们没有完全的把握之前，一定要暂避锋芒。求您了，千万别为了他搭上全家。岳父大人，您还没认清现实吗？如今我已不是当年那个缩在霍家寄人篱下的穷书生了，所以当年那些报恩娶亲的混账话早就不作数了。我太熟悉他这副姿态了。斩，一个不留。还是说，霍小姐又想故技重施，像前世一样，表面装着大度，背地里却耍那些阴招，生生逼死思婉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赵烨何曾逼过他？陆明清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会嫁去摄政王府。霍昭音，你最好是真的想嫁去王府。若让我发现这又是你为了算计思婉而耍的手段，我会让你知道，比起前世，什么叫真正的生不如死。既然状元郎已经把话说绝了，那我便如你所愿。明清哥哥，咱们走吧，这里的气氛闷得人心慌。都是爹爹不好。当初我看他可怜，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，才收留他。我供他读书，给他请最好的名师，指望着他能考取功名，护你一世平安。我竟亲手养出了这么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赵音啊，是爹害了你，是爹亲手把你推向了火坑啊！赵音，那可是摄政王府啊！萧景恒病重缠身，你这一去，不就是守一辈子活寡吗？爹爹，您听女儿一回，别担心。嫁去王府不仅不是送死，反而还有一线生机。爹爹，您不知道，若是嫁给陆明清，那才是真正的万劫不复。霍府上一世的惨状还历历在目，这一世一定要改写命运。这一世，我若不入这龙潭虎穴，霍家便只剩死路一条。赌一把，或许能救活萧景恒，救下全家。原来是霍大小姐，这满京城都盯着咱们王府，姑娘能来是王府的造化。总管不必多礼，我只是按旨意办事。姑娘放心，成亲当日，王府定会依礼相迎，即便外头风言风语，王府也绝不让您受半分委屈。乔姐妹，那个就是被状元郎甩了的霍家大小姐，连个男人都守不住，被亲妹妹抢了姻缘。要传我什么，我心里清楚。恭送霍小姐。但我不在乎，那是我唯一的活路。哟，姐姐也看上这个了。明清哥哥，这串璎珞跟我那件嫁衣最衬了。这串璎珞我要了。哟，姐姐也在啊！瞧我这记性，竟忘了姐姐也要备嫁了。放下，这是我母亲在大相国寺开过光的，特意送来重新穿线，要在我成亲时佩戴的。霍大小姐，不过是一串首饰，何故如此？陆大人不记得了吗？当年我母亲为了求这串璎珞，在大相国寺3步一叩首，求的是保佑我姻缘美满。你曾捧着我的手指天誓日会好好珍惜我，还说成亲那日要亲手为我戴上。怎么，陆大人金榜题名，连这种誓言一并为了狗吗？明清，我就要这个嘛！姐姐都要去王府了，那王府什么宝贝没有？这旧东西就当成全了我与你的一片真心，不好吗？包起来。陆明清，这是我母亲为我求来的姻缘祝福。霍大小姐，收起你那副自怜自哀的样子，时过境迁了，你懂不懂？如今你我身份悬殊，又何必死死执着于这些虚无缥缈的虚礼？虚礼？
这是我母亲。还是说，直到现在，你心底还存着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以为用这些旧物就能留住什么？姐姐舍不得，那妹妹替你拿着。放开！这是母亲当年在佛前求的，愿我儿觅得良缘，白首不离。如今珠子还在，誓言却已成空。哎呀，线怎么这么不结实？不过既然是开过光的，想必姐姐也不在乎这些俗物吧？这些银子赔你的线钱，剩下的去买些上好的丝线，免得某些人说我陆家苛待了她。霍大小姐，不过是几颗珠子，这般死攥着不放，莫不是还做着要嫁给我的美梦？陆大人多虑了，是不是多虑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实话告诉你，不管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我心里从始至终从来就只有司婉一人。明清哥哥，你瞧姐姐这副模样，倒像是我抢了她什么宝贝似的。上一世的自己是多么的可笑。陆明清虚情假意的演戏，我却信以为真。明清哥哥，你看姐姐盯着咱们的样子，想必心里正恨着呢。也难怪，毕竟这状元夫人的名头原本可是她的。哼，霍昭音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，但这姻缘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即便你再怎么不甘心，事实也已经铸成。陆状元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。你以为我稀罕这状元夫人的位置？我要嫁的人是摄政王。明清，咱们约好了今日要去看嫁衣的，那金线绣出来的花样，你还没帮我瞧呢。我们走。陆明七，你要永远记住，这一步是你自己选的。前世灭门之仇，今生夺珠之恨，往后的债，咱们一笔一笔慢慢算。昭音，爹爹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是当真要嫁去摄政王府？那是火坑啊！萧景一生死未卜，外头都说他已经……你现在若是反悔，爹爹拼了这顶乌纱帽，也去御前求圣上收回成命。不必了，女儿心意已决。你这傻孩子，你是不是为了气陆明清？不值得，当真不值得呀！不关他的事，爹爹，路是我自己选的，女儿定会平平安安的回来见你。显然已等候多时了。姐姐走得这么急干什么？心虚了，还是怕见了我这位未来的状元夫，心里泛酸啊？霍昭音，我告诉你，明天你就要抬进摄政王府大门了，以后你就是个守活寡的，你最好记清楚自己的身份，莫要再惦记别人的夫君。惦记你的夫君，霍思婉。你这副草木皆兵的样子可真是有趣。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是怕我反悔不去王府，还是怕陆明村看到我之后舍不得我？你闭嘴！他才不会舍不得你！我告诉你，陆明清是我的，他生生世世都是我的。你就老老实实的嫁去摄政王府冲喜就是，死在那里才是你最好的归宿。松手！姐姐不要杀我！思婉。明清哥哥，你别怪姐姐，我只是想和她新婚大喜，谁知姐姐竟这般厌恶我。霍昭音，你竟恶毒至此！陆大人真是好眼力，这种把戏。我不会游泳啊！既然他想发疯，
就在这水里好好冷静。周围竟一个人都没有，原来他是故意支开仆人，想让我死在这儿。可我才重生第2天，我不会这么衰吧？我还没有报仇，我怎么能死？我不甘心！是谁？是有人来救我了吗？陆大人当真是才高8斗的新科状元，霍思雨那种3岁小孩都不屑用的拙劣把戏，你竟看不穿？霍兆音，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看得穿又如何？这是你上辈子欠思婉的，今生何该你来偿还？陆状元既然心里眼里只有霍思婉，那也该知道，过了今晚，我便是摄政王府的人。从今往后，你我恩断义绝，死生不复相见。放开！霍兆音，你非要在这跟我拿腔内调吗？念在前世夫妻几十年的情分上，我可以最后再拉你一把。那陆大人打算怎么安置我？我可以让你进陆家的门，做我的贵妾。哼，做你的贵妾？陆明清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霍兆音，你清醒点，不要为了跟我置气，就把自己的后半辈子都搭进去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不然今天在霓裳阁，你为何那么在意那串璎珞？那不是你给我们的婚事求的吗？那是母亲留下的遗物，在她眼里竟成了争宠的筹码。陆大人，你真的太自以为是了。拿着，这是假死药，服下它，明晚我会派人偷偷接你出王府，到时候换个身份，你依然能留在我身边。假死药，换个身份。陆明清，前世你若肯给我半分真心，哪怕只有这1瓶药的虚情假意，我霍家何至于满门覆灭？陆明清，收起你那虚伪的怜悯吧。今天这么大阵仗，到底是谁家娶妻啊？是皇上钦点的状元郎，他可是重视新夫人了。公子，那边的阵仗好像是冲着咱们这儿来的。御用领员，禁军开道，这不可能，这是接亲还是出巡？两队人，这怎么回事？新娘子到！怎么会有2个新娘子？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你看清楚了，那人不是霍兆音，对不对？公子，您松手，那就是霍家大小姐啊！摄政王府的总管刚才放了话，说大小姐大义，愿意在这节骨眼上为王爷冲喜。既然大小姐肯嫁，王府这边更要按照皇家的最高规范相迎，说是绝不能让大小姐受半分委屈。请王妃起轿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他疯了吗？他怎么敢？没想到这么能折腾，闹得我一晚上没休息。王妃，王妃，不好了，外面有人闯进来了！谁敢在摄政王府撒野？是那位新科状元陆明清。这才入门第2天，可真是心急啊！他带着圣旨，领了一队人马，生生冲开了府门，说是奉了皇上的圣旨，特意来安葬摄政王萧景恒。新娘子到！
那是什么？霍昭音，你真是不知廉耻！你竟敢！真有意思，他有什么资格在这审判我？不过皇帝和这鹿狗一样心急呢。哼，可这心急又有什么用呢？陆大人，话别说一半啊！我竟敢什么？霍昭音，你少在这牙尖嘴利！陛下有旨，摄政王既已薨逝，按大齐祖制，冲喜新娘既然没能克住煞气，便需殉葬，以成名节。陪葬？陆大人这官升得快，办事的手脚竟也这么利索。摄政王还没过头七，尸骨甚至都还没冷透呢，你就巴巴的带着兵马闯进来，急着送本王妃上路。不知陆大人这是为了尽忠职守，还是假公济私，想杀人灭口啊？昭音，别闹了。本庄园知道你是因为前世的那些事在跟我怄气，我也能理解你现在想报复我的心情。但现在不是你逞能斗狠的时候，这是御赐的死罪。你以为凭你那点小聪明能逃得掉？这圣旨上的陪葬不过是做给天下人看的戏码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脱身。我会安排死囚替你，给你准备假死药。听话，等这阵风头过去了，我给你换个身份，秘密接近府，没人会知道你是霍昭音。到那时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现在我已经金榜题名，前程似锦。陆大人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像前世那个傻子一样，被你三言两语就哄得团团转，任由你这般摆布践踏？霍昭音，你别不识抬举，这王府院子里全是御林军，圣旨已下，你除了死路一条，根本没得选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现在点头求我，跟我走，我定能保你一条性命。别逼我亲自动手。陆明清，你这般惺惺作态，到底是在骗我，还是在骗你自己？保我的命，就凭你这副忘恩负义的骨头，你配吗？好，很好。霍昭音，这是你自找的！来人，给本大人把这抗旨不遵的罪妇拿下！既然你这么想给萧景魂守节，那本大人就亲自送你去见他。来人，抬棺！圣旨已下，冲喜新娘抗旨不遵，意图潜逃，给本大人把这祸乱朝纲的祸事押进棺材，立刻封死！陆大人，这棺材你准备的可真是够快的。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保护本大人，快保护本！啊！我的肩膀！来人，快给本大人杀了他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……那抓痕是我昨夜留下的。陆大人方才好大的威风，告诉本王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要活埋本王的王妃？他叫我王妃，虽然成婚了，但是怎么感觉这么暧昧？陆明清，新科状元，陛下的新宠是吧？大清早带着圣旨，抬着这口黑漆棺材硬闯本王的寝宫，怎么？陆大人是嫌官路太顺，非要借这口棺材，把自己的命也一并留在这里。王爷，下官也是奉旨行事，圣旨上写的明白，冲迷新娘须的旨意。王妃，你且大声告诉陆爽元，你瞧着本王如今这副模样，可还像个死人？不像。
陆大人，本王如今这副样子，你当真还想要圣旨上的那具尸体吗？没听见王妃方才说什么吗？本王还没咽气呢，用不着陪葬。趁着本王现在还没想要这黑漆棺材里再多躺一个人，还不快滚！是，下官这就滚。快抬走，别让王爷改了主意。殿下，这人我是帮您打发了。既然我让您起死回生，那在这王府里，您是不是也该帮我一个忙？在这京城里，还没人敢这么跟本王算账。王妃想要什么？合作。合作？这桩冲洗的买卖，王妃倒是做得很熟练。好啊，只是本王现在觉得这身子还是有些虚浮，王妃恐怕还需要再救一救本王。摄政王府的这块招牌，倒是比任何锋芒都要好用呢。萧景贤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带兵去状元府问罪，但他手下的那些顶级暗卫早已化作这京城里的眼线。陆明清，你这半个月过的日子，想必很是精彩。果然如此，陆明清，你这左右逢源的手段，真是一点都没变。这一幕，多像前世那些我早已看烂了的所谓的宏图大志。陆明清利用父亲的关系在朝堂站稳脚跟，又拿我的嫁妆打通官场，还告诉我娶张家嫡女全是为了我们的将来能荣华富贵。为了将来，我前世竟然会傻到相信这种谎言，眼睁睁看你借着霍家的骨血去铺就你通往载至玄尘的青云路。这一世，你那如珠似玉的心上人可就在身边。陆明清，我也想看看，在破天的权势面前，你那求而不得的深情到底能撑多久？状元府那边又有消息了，二姑娘今早在府里闹得天翻地覆，连房梁都要掀了。听说陆大人下朝回去，刚进书房，二姑娘就冲了进去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。二姑娘气急了，竟当面摔碎了陆大人平日里最宝贝的那方端砚，是先皇御赐之物。大人平日里连碰都不让旁人碰一下，二姑娘这么一闹，陆大人气得脸都青了，可到底还是没把她怎么样。他倒是比我有血性，敢在他心衫上撒野。前世我总以为大度能换来长久，忍气吞声看他纳了一房又一房，从侍郎女到尚书侄女，我连半个不字都没说过。霍思文可不是我，他那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子，只要轻轻一拨，就能烧了整个状元府。去，往他耳边递句话，请主子示下。就说礼部侍郎的张家嫡女就要过门了，让他好好想想，这还没坐热的正式位子，到底能不能坐得稳。陆明清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当初跪在我爹面前是怎么发誓的？思婉，那是朝堂局势，你别胡闹。胡闹！你现在要娶那个张家女进门，当我是什么？婉儿，这都是为了前朝，也是为了霍家。你何时变得这般不识大体？不识大体？你以为我是霍昭音那个被你卖了还替你数钱的蠢货吗？事是以你为先，我霍思婉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住口！你发什么疯？我发疯？当初是谁跪在我爹面前说要娶我？是谁说这辈子只对我一个人好？你想把我踢开去攀张家的高枝？你做梦！陆明清，现在张家小姐的轿子还没抬进门呢，你就急着要剥夺我的正室之权，把我扫地出门了是不是？婉儿，别再闹了，行吗？这门亲事对我现在的处境真的很重要。重要？那我呢？难道我就不重要了吗？你明知道不是这样，若是你对我当真不重要，
我何苦冒着杀头的危险替你遮掩那些见不得光的烂事？连你害死霍伯父，我陆明清都帮你一桩桩一件件瞒得密不透风。帮我遮掩？哪里是为了我，分明是为了你自己。为了我？陆明清，你根本就是个自卑的可怜虫！你说什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当年在霍家做童养夫时，你日日看霍昭言眼色过火，所以你自卑，所以你恨极了霍昭音高高在上的姿态，纵容我对父亲下手，不就是想看他坠落尘埃的模样？可惜啊，你机关算尽，他却宁愿守着个死人，也不愿多看你一眼。够了！你别以为我真的不敢动你。既然你脑子不清楚，那本大人就帮你清醒清醒。来人，把二小姐带下去。明日送去净慈寺清修，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回来。小姐，状元府那边今日可是热闹得很，那张家嫡女张玉瑶到底还是风风光光的进了陆家的门。张家到底是礼部尚书之后，陆明清这种唯利是图的小人，怎么舍得放过这根高枝？可我知道，霍思婉绝不是那种能吃哑巴亏的人。这出戏，张玉瑶进门才刚刚到高潮。小姐，不出您所料，那状元府还没消停3天，净慈寺那边就出大事了。是霍思婉自杀了？是，听闻是用了瓷片割腕，消息刚传回状元府。这张玉瑶进门才3天，她就急着要用命来驳回那男人的心了。怎么这么傻？你是在剜我的心啊！陆状元如今正是春风得意，娇妻在侧，还来这佛门清净地做什么？婉儿，我错了，是我被前程蒙了眼，我不该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冷冰冰的地方受苦。求你别丢下我，你若是走了，我要这泼天富贵还有什么用？陆明清，你知不知道这里有多冷？怎么才3天就忍不住了？真把我当摆设不成？我的早膳呢？这府里的下人都死绝了吗？霍夫人恕罪，张夫人发了话，您这院里的份例打从今日起全撤了。明清，喝了这茶，今晚就别走了。连续3日，陆明清日日宿在霍思婉院子里，半个月了。陆明清天天在那贱人房里醉生梦死，连公公的面子都不顾了。夫人，方才后门缝里塞进来的，指明要给您亲启。当年救陆明妻的，竟然是霍昭音！我正愁抓不到你的死别，这老天爷就开眼了。去，拿着我的对牌，去当年陆明清落水的那个村子，挨个给我查。我要铁证，要那种能让陆明清亲手掐死那个贱人的铁证。是。霍思婉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夫人，查到了，这是当年大相国司药房的存档，还有当年负责煎药的老嬷嬷，人都被咱们带回来了。果然如信中所说，当年救人的确实是大小姐霍昭音。
陆明清啊，陆明清，我看你这回还要怎么护着你的救命恩人？夫君，这深更半夜的，还在为那个救命恩人的前程操心呢。玉瑶，我说过，思婉救过我的命，若非她当年将我从冰河里拖下来，我早就成了一具枯骨。夫君啊，夫君，当年在那冰河边死命救你的人，一定是他霍思言。你自己睁开眼看看，这是当年霍家药房流水买入的御寒药方。这帕子是霍昭音救你咳血所用。霍思婉呢？他不过是在霍昭音昏迷后捡了这现成的功劳。霍思婉，你竟敢骗了我这么多年！把霍思婉那个贱妇给本主人带上来，立刻！老实点，别想再装病。霍思婉，看看这帕子，说当年在相国寺别院，到底是谁救的我？是你冒领了昭音的救命之恩。是又如何？陆明清，我是冒领了功劳，但最后伤害霍昭衍的不还是你吗？你当真不知是谁救了你吗？你只是不敢认，认了还怎么心安理得的折磨他？怎么证明你陆明琛不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？啊！放肆！你竟敢如此编排本官！夫君现在总该看清，这些年捧在心尖上的是个什么货色？张玉瑶，你这个贱人，毁了我，你以为你能好过吗？去死吧！你竟然！玉瑶，玉瑶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就这样死在我怀里。陆明清，你这辈子都不要甩开我！张雨熙，你是嫡女又如何？你还不是死在我这个庶女手里？陆府乱成了一团，请来了各路名医，可伤口太深，张玉玺终究还是没能救回来。曾经风光的状元府，如今已是一片惨淡。晚了，全都晚了。张御史不得在圣上面前参我一本，这京城怕是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陛下，臣女玉瑶自幼乖巧，入陆府不过半月，竟被那奸妇当众刺杀。陆明清治家不严，宠妾灭妻，纵容凶徒行凶，简直是文人之耻，朝堂之祸啊！臣张正道参陆明清修身不齐，欺君罔上，纵妾行凶，臣连写12道折子，字字泣血，请陛下为臣女做主，严惩这无义之徒。小姐，圣旨下来了，陆明清被削了官职，圣上将他贬去了最虎寒的西北之地。成也贵女，败也贵女，他陆明清前世靠着我的嫁妆往上爬，这一世又想踩张玉瑶升迁，可惜报应来得太快了些。看了这么久的戏，陆明清也贬官西北，爱妃，这心里可解气了。这才哪到哪儿呢？我所受过的，他也要来一遍。哼，快点走！西北那地方正等着你们这对苦命玄双去享福呢。是你，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，对不对？老实点！
陆大人，这你可就真的说错了。若非你贪慕权势，若非你薄情寡义，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你跟我有什么区别？你不过是比我更狠，更会算计，攀上了摄政王这更高的枝头罢了。你我骨子里都是一样的货色。陆大人，原本这西北路远，我是该祝你一路平安的。可惜我已经吩咐好了，这一路上会有人替我好好关照你的。贱人，你竟敢！陆大人，叙旧的时辰到了，该上路了。诸位差和，这一路山高水长，还望诸位好生照料。王妃娘娘放心，小的一定会好生伺候陆大人的。小姐，暗卫那边关于陆明清夫人路上的消息又传过来了。念吧，看陆大人在路上又是如何关告他那心上人的。7月初3，霍氏在驿站抢夺陆大人的食水，二人当众厮打，陆大人左耳被咬伤。7月初7，过黑水河时，霍氏故意将陆大人推入急流。救命！幸被差役救起，但右腿不小心撞上礁石，落下残。夜宿破庙时，霍氏半夜发狂，用碎瓷片划花了陆大人的脸，口中一直喊着：“霍昭仪来了，霍昭仪来报仇了！”差役说他已经彻底疯了。既然事情办完，我们回霍府吧。霍昭音，你敢走？萧景恒，我们的合作结束了，大仇得报，我回霍家老斋，天经地义。天经地义个屁！你吃我的，住我的，穿我的，现在拍拍屁股就想走，没门儿！你自己看，这3个月你吃了我御膳房372块桂花糕，168碗莲子羹，还有城西那家蜜饯铺的蜜饯，我包了半年，全让你吃了。这点东西我霍家还赔得起？赔？还有，你用了我18盒胭脂，24盒香粉，最重要的是，你还睡了我3个月，这个你怎么赔？萧景恒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那是分房睡的。分房睡怎么了？整个摄政王府都是我的，你睡的床是我的，盖的被子是我的，连你呼吸的空气都是我王府里的，你也是我的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杀伐果断、冷酷无情的摄政王耍起赖来这么不要脸？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走。你要是敢走，我就把霍家老宅拆了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我不仅拆霍家老宅，我还把陆明清和霍思衍从流放地接回来，让他们天天在你眼前晃悠。萧景恒，你幼不幼稚？我就幼稚。别人都说我摄政王想要什么有什么，可我就想要你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留下来？前世陆明清的温柔都是装的，可萧景亭的笨拙和真诚却是实实在在的。这3个月，他嘴上不说，却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了我。我怕黑，他就把王府所有的灯都换成最亮的。我怕打雷，每次打雷他都会悄悄守在我门外。我做噩梦哭醒，他笨拙地拍着我的背安慰我。可前世的阴影太深了，我怕这一切又是一场梦。
王爷、王妃，不好了！陆明清的旧部，他们凑了20两银子，雇了3个地痞，想来王府绑架王妃。20两银子，他陆明清混得这么惨了，绑架本王的王妃就出20两。回王爷，那3个地痞已经被门口的侍卫打跑了，他们说早知道是摄政王府，给200两也不来。哼，岂有此理！这是在侮辱本王，更是在侮辱本王的王妃。传我命令，谁敢再打王妃的主意，不管出多少钱，一律打断腿。是。你还笑？都有人敢花20两买你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我笑陆明清太蠢，也笑你太可爱。你干什么？原来真正爱你的人，只会在你面前露出最真实的一面。萧景豪，你刚才说我睡了你的床，盖了你的被子，欠你的还不清。那好，那我以身抵债，一辈子都留在王府，给你当王妃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说我不走了，我留下来给你当一辈子的王妃，吃你的桂花糕，花你的银子，睡你的人。你要是敢嫌弃我，我就带着你的银子跑回霍家老宅。不嫌弃，我一点都不嫌弃。你想什么事都可以，包括我也任你处置。不过我留下来可以，但是我们得约法3章。别说3章，300章我都答应。第一，以后家里我说了算，你不准耍无赖。好。第二，不准再随便喝酒，更不准喝多了耍酒疯。好。第三，以后不准再提陆明修和霍婉，我不想再听到他们的名字。好，我这就派人去把他们扔到更远的地方，让他们永远都出现在你面前。哎，好了，不用急。现在你先把这本破账本烧了。太好了，赵英，你终于肯留下来了。这辈子我只会对你一个人好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就算你想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给你摘下。我不要天上的星星，我只要你。原来放下仇恨之后，幸福可以这么简单，不用再提心吊胆，不用再互相算计，只要有一个人愿意把你宠成小孩子，愿意认真听你的需求，就足够了。醒了，御膳房刚蒸好你念叨了3天的蟹黄汤包，还有冰镇的银耳莲子羹，我让他们用温火一直焖着，就等你这个小懒猫醒了。今日不用上朝吗？都这个时辰了。不去了，那些老狐狸天天吵着要我裁撤冗官，烦得很。不如在家陪我的王妃比什么都重要。哪有你这样当摄政王的？小心被御史参一本，说你沉迷美色，荒废朝政。哼，参就参，本王征战沙场半生，好不容易娶到这么好的王妃，宠着怎么了？谁敢多嘴，本王就把他派去西北守边关，让他一辈子都回不来。王妃，霍府派人来了，说小公子吵着要见你，已经在府门口等着了。不许去。为什么？那个小屁孩一来，你眼里就没有我了。上次他来，你陪他玩了整整1个下午，连晚膳都没跟我一起吃，还给他剥葡萄扎小便，你都没对我这么好过。醋坛子，连5岁小孩子的醋都吃，那是我亲侄儿，你跟他较什么劲？那我也要跟你一起去。姑姑，你看我买的孙悟空糖人。我们小狼真厉害。来，小狼吃块桂花糕。2块糕糕。
从前有一只小白兔，住在森林里的小蘑菇屋。不对，应该是大灰狼住在蘑菇屋，然后来了一只大老虎，和大灰狼打了起来，打得天昏地暗。姑姑，我怕。萧景恒，你吓着孩子了。我只是想让故事更精彩一点嘛。小狼，不要哭了好不好？想不想当大将军，把欺负灰狼的大老虎打跑呀？我是将军，我要打坏老虎。那本王就来当你的对手，看招！我输了，小将军太厉害了。我赢了，我打败摄政王了，我也能当大将军喽。姑姑，我下次还要来跟你玩。好，姑姑等着你。王妃，时辰不早了，小少爷该回府了。姑姑再见。我可比那个小屁孩好玩多了，以后你只能陪我玩。好好好，只陪你玩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，前世霍家灭门后，就再也没尝过这个味道了。张英，我回来帮你。啊！我的衣服怎么弄脏了？好吧，那我帮忙腌青梅，多来点，再多来点。王爷，那是盐罐啊！啊，又好心办坏事了吗？好吧，那我烧火架柴总可以了吧？把里面的火再烧大一点。我明明是按照厨子说的做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好了好了，不怪你，你去外面等着，我做好了第一个给你尝。我不走，我要看着你做。来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比御膳房做的好吃100倍。赵一、景恒，你们来了。爹爹，我们回来了。景恒啊，昭音这孩子命苦，从小就没了娘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以后就托付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待她。岳父放心，我这辈子定不负昭音。别说让她受委屈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只要她想要，我也给她摘下来。以前总担心你嫁去摄政王府会受委屈，怕你守寡，怕你被人欺负。现在看到景恒这么疼你，爹就放心了。你不知道，你出嫁那天，爹一夜都没合眼，生怕你出什么事。岳父，以后霍家就是我的家，有我在一日，便护霍家一日周全。买糖葫芦嘞，买糖葫芦嘞！老板，把摊上所有的糖葫芦都包起来。好嘞。买这么多干什么？我吃不完的。吃不完就分给下人吃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多少都买。你还真甜。赵英，以前我总觉得
这世间除了权势，再无值得留恋的东西。我从小在皇宫里长大，见惯了尔虞我诈、骨肉相残，以为人心都是冷的。直到遇见你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被人放在心上疼着，是这么幸福的事。是你让我觉得，活着原来这么有意义。我也是，前世我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家破人亡，孤苦伶仃，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了。是你用你的真心，一点点融化了我心里的冰。萧景星，谢谢你。前世的血海深仇早已烟消云散，今生的幸福才刚刚开始。往后余生，三餐四季，岁岁年年，有他相伴，有他宠爱，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。